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钱子。介绍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高嘉瑜，台北市议员黄静莹，资深媒体人尹乃菁，立法委员徐巧芯，立法委员叶元之、叶庆元律师，以及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欢迎大家。不过，我们来看看昨天发生了一场全球都在关注的所谓戒严令。这是来自于南韩总统尹锡悦，他昨天深夜突然直播宣布全国戒严。2个小时之后，我们看到国会立刻通过解除戒严哦，这件事情猝不及防啊，大家都觉得很离谱哦。那这个所谓的戒严令在10点半哦，当地时间宣布的时候，尹锡悦他特别公告6点禁止令。包括禁止一切的政治活动、集会和示威活动，以及禁止假新闻，还有对媒体有钳制跟管控。另外禁止罢工，还有所有的罢工，或者是之前大家知道韩国的医疗工作场所有很多医生罢工离开了，要他们48小时之内赶快回到工作岗位。如果你是普通的公民，你表现良好，只有晚上你不能出去，一切正常。哇，这发生在南韩，这个我们认为是这个民主制度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的国家，非同小可哦。我们看到这个尹锡悦他的宣布的理由宣布戒严的理由这一项，为了剿灭亲北韩势力，很多人觉得跟我们常常听到的执政党说的，为了要剿除中共的势力如何，或者是说我们台湾有内部有中共什么样的势力在支撑哦。这个很像，非常像哦。那我们看到南韩的国会不是吃素的，他们很快的在深夜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开会，190位国会议员都投下了反对票。凌晨4点半，尹锡悦宣布解除戒严，短短6个小时，戒严闹剧落幕了。尹锡悦他在想什么？我们来看看。바로 국무회의를 통해 국회의 요구를 수용하여 계엄을 해제할 것입니다. 在南韩国会投票表决通过取消戒严令之后，南韩总统尹锡悦出面表态尊重国会意见，将召开内阁会议解除戒严。 거듭되는 탄핵과 입법농단, 예산농단으로 국가의 기능을 마비시키는 무도한 행위는 즉각 중지해 줄 것을 국회에 요청합니다. 时间倒转到周2晚间，尹锡悦以铲除亲北韩势力、守护自由宪政体制为由，无预警在晚上10点14分透过电视直播宣布进入紧急戒严。15分钟后，军方下令冻结国会运作，在22点50分，戒严司令部颁布第1号戒严令。 모든 정치 활동과 집회, 결사의 자유, 언론 출판의 자유를 제한한다는 내용이 담겼습니다. 除此之外，戒严令还包含禁止罢工，所有罢工的医护人员，包括居民，必须在48小时内返回工作岗位。普通公民应采取措施，减少对日常生活带来的不便。 계엄군은 포고령 발표에 이어 곧장 국회 진입을 시도했습니다. 진입을 시도하는 계엄군의 보좌관들이 소화기로 맞서면서 한때 긴장 수위가 높아지기도 했습니다. 到了晚上23点39分，尹锡悦发表第2次电视谈话，坚称戒严是避免国家灭亡的必要之举。23点55分，过半数的国会议员成功突破戒严军封锁，进入议场，准备召开紧急会议，并在凌晨12点04分，172名在野党议员和18名执政党议员以190比0的票数一致性通过废除戒严令。尹锡悦则是在凌晨4点多过后宣布解严。但是尹总统昨天晚上在宣布的时候，并没有发布任何的配套措施，而且呢，多数的部会首长和执政党的国会议员都不知情。这场前后经历6小时、史上最短的戒严，成为尹锡悦的政治豪赌。下一步要面对的就是不分朝野要他下台的逼宫压力。国际媒体形容他是绝望的政客尹锡悦，他到现在其实没有露面。我们看到凌晨4点半，他有宣布。这个戒严令解除之后，大家联络不上他，他很多幕僚纷纷辞职，纷纷离开。韩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尹锡悦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要拯救国家。大家知道他现在的声望非常低，他的民调不到20%哦，加上他是一个小政府哦，就是朝小野大哦，所以他的这个前途很困难。可是此举
感觉是自掘坟墓啊。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包括南韩第一夫人，她有很多的争议。有人就说尹锡悦可能是为了救他的老婆，因为他的老婆收贿、干政，那拖垮尹锡悦的政权。有一些人是这样想的，是不是他想要这个保全他的老婆所以做这些事情？那也有标题是这样写的：现代的纣王妲己。会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做这样子的事情吗？很奇怪，你看昨天的这个街头这个首尔的街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这个状况包括你看到装甲车、坦克都开上街头了，军方接管首尔的治安，甚至还有直升机、特种部队都这个直接到国会去了我们看到，其实南韩的国会议员某种程度还是蛮令人尊敬的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1点，已经接近凌晨了。可是他们翻墙返回国会，因为警方已经接到命令了，把所有国会的门都堵住了不让他们进去。可是他们翻墙用各种的方式突围进去一场开会，你看到包括这样子的这个特种兵的步枪都出来了。这一位女士，我们看到她的背影，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她过去是主播所以这个标题写“美女前主播徒手勇抢特种兵的步枪”，因为他们的步枪已经这样子了，她用手去挡他其实蛮恐怖的，千钧一发我们看到这一位议员，他已经83岁了。他翻墙过去开会，开完会之后做成了废止这个戒严的决议之后，他累瘫了，整个人坐在那儿，手上还握着手机所以很多网友都说谢谢他们，阻止了这一场闹剧。我们先请教左老师。好，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为什么是在昨天晚上，第一个。因为昨天早上的时候，韩国的执政党就是国民力量党，也就是尹锡悦所属的政党，刚刚通过了要加入国会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个上兵死亡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其实在韩国今年国会大选的时候就已经引起很大的这个风暴。那现在这个韩国的这个国民力量党的这个党代表就是他们的这个领导，他们决定，这个叫做韩东勋，他决定要加入这个调查委员会。那么当然，其实对于尹锡悦来说是一记很沉重的打击，因为韩东勋在这个过去半年，其实跟尹锡悦的关系已经是渐行渐远。虽然在尹锡悦刚刚上台的时候，他们关系是非常密切，那他甚至那时候被认为是一个第2号人物但是他现在在这个过去半年以来，他担任这个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这个党魁的这一段期间，他们的这个意见越来越分歧。那么加入这个上兵调查的这个调查委员会，当然就变成构成一记很沉重的打击，对尹锡悦来说。第二个当然也就是刚才前子所讲到的，就是关于这个他的第一夫人的这个调查案。因为第一夫人调查案过去讲呢，只有这个名牌包包的事情，可是呢，其实现在现在最严重的事情是在于他涉入这个德意志汽车公司的这个股价操纵案。那现在已经涉及到这个第一夫人她的母亲跟这个德意志汽车公司的总裁之间的这些非常异常的这种金钱的往来，涉及到了非常高额的这个交易的金额。那因为这个韩东勋，也就是执政党的这个党魁呢，他也是曾经在这个党的这个留言板上，他跟他的太太一起具名来批评过这个尹锡悦。所以未来这个调查委员会会不会进一步去调查他的这个夫人，调查第一夫人，也变成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认为这2个因素是一个导火线。虽然很多人认为他早就已经有所部署，9月任命新的国防部长的时候，那时候也换了一批新的将领，那时候就有传出来说他有在部署戒严的事情。而且他的国防部部长还是他的高中同学。对。对，今天其实新闻出来就在说，他在9月将领调动的时候，包括部长跟一些重要的将领都是他的高中同学。那其实这一次他的戒严令被质疑的是说，他其实是不符合韩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因为韩国宪法第89条其实跟台湾的规定很像啦，中华民国宪法也是这样，就说你如果要发布戒严的话，或者是解除令，都要经过国务会议决议。那刚刚其实新闻报道就有提到说，其实韩国很多部长根本不知道要发布戒严，那国务会议其实就是我们的行政院院会。
会。好，那今天如果部长都没有参与这个会议，那怎么可能去发布戒严？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有问题的事情。那其实后来看到，等到要解除戒严，那为什么我想大家昨天晚上有在关心这件事的人，应该会觉得很奇怪，一直都没有松口，对不对？当国会已经过半数的通过说要解除戒严令以后，总统是一直没讲话，他一直拖到3、4点、5点，他才说开了一个紧急的国务会议，说好，那我们解除戒严令。那这个他后来想要把这个程序补起来，或者是用他们当借口啦。但是我想接下来他大概就很惨。好，我想已经看得到韩国国会要对他提出弹劾。好，那其实看之前的先例，只要一提出弹劾，他的总统权力就会被冻结。好，那我觉得他的下场应该会非常的惨。来，巧芯。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在看到这个戒严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国会议员嘛，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意外，也很紧张，然后大家开始默默的说，我们是不是要开始买一些套索，你知道吗？因为以后是不是也要翻墙了？因为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对，因为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的法律呢跟这个大韩民国法律有一个一样的地方，那就在于就是说呢，其实它要经过这个国会的同意，好，所以呢，好，我们就看到昨天很快的，他们的国会议员呢也就翻墙进去之后，表决190票是反对这样子的一个戒严，然后呢就解除了这个戒严的这个行动。那呢，但是我们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呢的规定是可以在休会的期间宣布戒严。好，所以其实在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今天就有在立法院里面有些委员提出来说，那像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在宪法里面它是有一些漏洞在的？就当休会期间的时候，那如果总统提出突然之间像比如说像尹锡悦这样子。突然提出戒严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应处？那所以说大家就在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像以尹锡悦这个例子，昨天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能够解除这样子一个危机？其实主要在于说他们的军人并没有做出过激的行动，包含我们昨天看到有一个女记者，她直接只身去抢那个军人的枪，那个就是民主党的发言人。对，但是这个画面有对，但是这个军人并没有对他开枪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这个国会议员冲进去议场之后，他们要进行表决之前，那因为呢军人也在这个议场里面嘛，那国会议员还拿这个消防灭火器就是喷这些军人，那军人他选择后退。他也没有激烈的跟这一些国会议员产生抗争，也就是说呢，虽然尹锡悦他宣布戒严，然后也说呢，声称要逮捕这一些包含抗争者，然后禁止这一些抗争的行为，禁止国会议员然后进入到议场。可是，他虽然他们有持枪，但他们却没有对于这一些民众还有政治人物去开枪或者是逮捕，是，所以说才能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包括这些军人还有警察，如果大家仔细看画面的话，他们非常消极，甚至这些特种部队要翻墙都翻不过去，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们假装翻不过去嘛，他是特种部队。你看到这个画面，有一些人他们是把门开了，有一些警察是把门开了，让国会议员进去里头开会哦。所以这个才有190位国会议员成功的突破封锁进去投票，终止了这一场闹剧。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昨天南韩经历了半世纪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暴。我们看到总统下令戒严，数小时之后，我们看到国会推翻了这个戒严令。而昨天这一场混乱，透过媒体镜头，我们一起来回顾。南韩士兵破窗闯入国会，正门口被堆高的办公桌椅挡死，会议室门被捅破，灭火器散落一地。这戒严令来得令人措手不及。戒严令生效，士兵大阵仗攻占国会，示威群众与远警推挤、扭打，爆发肢体冲突。群众尖叫声划破黑夜，整排军方直升机在首尔上空盘旋，混乱画面拍下，军队人员直接举枪对着共同民主党的发言人前女主播安桂玲威吓。对方丝毫不畏惧，反手抓着枪口拉扯，反对派人士情绪高涨，包围国会，高喊解严。
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主席李在明紧急呼吁国会议员赶往国会投票。李在明率先爬过国会围墙，其他议员紧接在后，一群人当街上演动作片，抢在第一时间投票解除戒严令。 윤석열 대통령의 불법적이고 위헌적이고 반국민적인 계엄 선포 仅维持6小时的戒严令解除，国会外人民拍手欢呼，打算找尹锡悦秋后算账，要求他下台。还传出总统办公室主任、首席秘书等重要幕僚不认同他的举动，选择集体辞职。没想到尹锡悦隔天直接请假，但共同民主党可没这么容易放过他，预计最快周3就要发动弹劾案，施压要尹锡悦辞职下台。 好，昨天看到半夜1点那个直播哦，那个画面真的是很多，尤其是那一幕，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前主播后来他变成了这个南韩在野党的发言人，他直接去抢那个枪我觉得这个很惊心动魄。南韩人的这个民族性跟我们差非常多。 如果发生在台湾，我觉得不可想象。我们小时候也有看过那种南韩什么抗争丢那个汽油弹的，所以他们为了捍卫民主，其实是还蛮凶悍的。那我觉得从昨天这个事件，其实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民主要能够维持，要能够长久，这跟一个国家的民主素质、文化很有关系。因为昨天很明显就是尹锡悦一个人的决定嘛，很少人支持他，连执政党的主席都反对。 然后，所以在野党这么快就可以集结成功，就是大家想要捍卫这个民主嘛，所以大家才认为说你这样忽然间宣布戒严是不对的，而且是完全没有正当性，因为他直接就是扣在野党帽子，就说你们在野党就是北韩的什么势力啊，要来颠覆国家了啊，为了要捍卫宪政啊，所以呢要宣布戒严。 大家听不下去啊，连他们自己党主席都听不下去，说他不支持，把在野党当匪谍啦。对，把在野党当匪谍，但他重点是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对，他讲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证据哦，他其实就是在掩盖他自己即将遇到的危机嘛，就是他可能他的太太要面对弹劾，要被调查，然后自己的满意度一直下滑，所以就故意扣人家帽子，然后想要变成 独裁皇帝，所以先宣布戒严，所以整个韩国人他们听不下去，所以才会起来抗争啊。然后那一些军队、警察，他们看到了这些抗争的人，那些国会议员或者记者，他们自己知道说 总统要乱搞啊，理亏了啊，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下手，否则的话军队都已经包围了。假设他们真的要对那个国会议员手无寸铁，这个是没有办法维持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昨天这个事件，大家就像小金讲，大家都会想说还有既视感。那如果发生在那个台湾会怎么样？因为昨天民进党等一下我们会讲嘛，他们第一时间感觉到好像蛮肯定这个事，就是还讲说这个尹锡悦戒严是因为要捍卫宪政自由，他直接这样讲好像蛮肯定。然后就开始骂蓝白。 然后所以会不会然后那个民进党的支持者马上就开始讲，就是说对啦，就是应该要戒严呐。看到好多群主都这样讲。那我今天在立法院很紧张啊，我就问因为今天刚好立法院预算那些官员，立法院的官员来备询，我就问他说，那台湾如果发生这事怎么办？那其实按照我们的宪法39条是有讲啊，立法院可以就是经过决议，以请总统来解严。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遇到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请总统那边解严，可是总统他可以解也不可以解啊，他没有说一定要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是发生在比如说晚上或休会期间怎么办？那今天立法院的那个官员，那个议事处长是讲说，其实可以 特别召集紧急会议，然后就是由那个院长来做朝野协商，然后来开院会。然后我就讲说，又要开朝野协商哦，朝野协商，民进党就是讲到牛年马月啊，他就是不会让你有决议，就是会讲一堆程序来背个。然后呢，议事处长说，这个时候呢，立法院长可以当机立断，他都觉得不见得一定要理那个朝野的过程，可以直接决定。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法律规定还是没有那么的清楚，因为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所以我认为立法院应该要针对这个事情来修法。因为你看昨天民进党那个态度啊，真的大家会担心。提早预防。对，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讲一下哈，我觉得南韩这个昨天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到了类似政变的程度啦。因为我们回到南韩宪法的规定，你要宣布戒严，必须是要有战争、事变或类似国家非常状况，所以你是要到类似战争、事变的类似状况，你才可以宣告戒严。那他戒严令的第一点，他就是说呢，我现在呢要禁止一切的集会，包括国会的集会。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其实就是不要让国会来集会解除戒严。所以特种部队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其实就是冲进国会大厦嘛。然后让军警去控制国会周边，不让议员进去。然后这个跟我们当年太阳花有点像，但是反过来，
好，这个是国会助理把大门挡住，不要让军警进来。是，对。那太阳花的时候是学生进去，不让国会议员进去开会。好，反过来。但是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就是说，他其实目的就是我宣告戒严，我不让你国会开会了，把这个事情解决。那刚刚元之委员提到事情，我觉得很实在，就是我国的戒严法其实它的确很松。好，就是总统宣布戒严了以后呢，他基本上是1个月内送立法院追认，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他如果没有移请立法院追认，或他慢慢的移请，那立法院可不可以主动集会否决？看不出来。对，好，然后第12条的规定跟韩国很像，也是说你立法院决议解除戒严以后呢，应即宣布解严。那不宣布怎么办？好，所以我真的建议2位委员哈，这个时候可能要开始做，应该要修戒严法。立法院针对总统宣布戒严或紧急命令的这些状况，都应该要有主动集会的权利。而且如果决议通过解除戒严或者是不为发布紧急命令的时候，应该不用等到总统自己再去做发布。没错，不要以为台湾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之前也不觉得南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法令要修得更严格一点点。对啊，之前 Netflix 有一部片，这个政坛旋风，我想大家如果有印象，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对政治人物来说，权力比道德重要。当时我们看那个韩剧的时候，觉得说这种事情有可能上演吗？哦，没想到在韩国这些韩剧演的都是真的。那昨天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这个就是韩国总统他是在这个10点多的时候宣布说要11点开始戒严。当时台湾很多人就赖啊什么，大家开始疯传说韩国宣布戒严了，然后网络上很多网友就在讨论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是不是假消息？哦，没想到真的是真的。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刚刚大家所讲的，就是说，第一个韩国军队不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民主国家，尤其是我们这个世代，很难想象说现在这个时候还能看到戒严的发生。那对于军队来讲，当然呢，军心涣散，因为他们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何戒严。哦，昨天这个尹锡悦他所讲的这个戒严的理由，说在野党里面有这个北韩势力入侵哦，所以用这个理由来当做戒严的这个正当性，但是看起来好像多数人民是不买单的，所以你看到第一时间很多韩国人民是直接冲到国会，包括刚刚镜头那个女主播哦，直接徒手就把这个军队的枪挡下来，这个也非常难以想象。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民也一定会这个起身而战。如果这个理由不够充分的话哦，那在台湾的刚刚讲宪法里面哦，或者是我们戒严法里面是规定说，因为战争或叛乱的前提才能够宣布戒严，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前提的。那今天这个尹锡悦他所宣布的整个这个迅雷不及掩耳，包括说他在11点宣布，马上在1个多小时内，韩国的这些国会议员，刚刚大家看到李在明这个在野党的主席，立刻宣布说赶快到国会去集会。那个过程其实很多人也说，这个李在明就是未来可能的总统的候选人了，因为他那个翻墙的画面，包括刚刚说83岁的这个国会议员都还能够翻墙，就反而特种部队的这些竟然翻不过去，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比的强烈。也就是说，军人不听这个总统的指挥，大家也都知道说这是一场政变。那这样子的政变，这样子的戒严，除了失败之外，也给国际看了韩国一个民主的笑话。这个尹锡悦昨天的举动呢，就是愚蠢至极、胆大妄为、自取灭亡哈。完全的出乎大家的这个意料之外，而且他纯粹哈。讲说什么在野党杯葛预算啦、弹劾官员呢，都是次要的理由。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刚像这个左正东教授所说的，他就是为了他太太。好，他已经3次了否决国会呢，要求要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他太太涉嫌炒股案，然后最近呢又爆出来，政治掮客明泰君啊。跟他太太之间的不当的这个金钱的往来，涉及到执政党内部的提名啊、人事权等等啊，眼看着呢，国会呢又要再提出这个案子，要来针对他太太调查，而且执政党立场也有松动的情形之下呢，他竟然采取这样子的冒进的举动。现在呢，南韩的执政党的党魁，他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证实，他就说是国防部长的建议，应该是在昨天他们召开国务会议的时候呢，他就提出这样的建议啊。然后在野党这边呢，也后续的就是根据各方的消息，证实啊，应该就是这位国防部长他的高中同学所建议要来宣布来戒严。
但是呢，你如果说是要宣布戒严，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的话，他昨天的这个演出完全荒腔走板。你明明知道这个戒严令呢，只要国会半数的议员以上否决，它就失效了。那现在呢，在野党在南韩的国会呢，有效的掌握192席，单单是最大的共同民主党呢，就有超过了175席。那你如果要宣布戒严的话呢，你起码应该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要先行控制超过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的行动吧？你怎么可以说，怎么能够让在野党的领袖他在第一时间所做的判断非常的正确，他立刻就对局全民直播，然后呼吁这个民众呢到国会呢来去保护这些国会议员，然后翻墙进去。很快的这个时间点呢，就把这个案子呢就把戒严案给否决了。第一个，你既没有控制国会议员的行动，然后呢，你在这个指令这个下达的时候，你也没有断掉网路啊，你也没有去控制这个电视台啊。所以使得在一个可以完全的自由的交通的情况之下，韩国的民众是多么的强悍呐！你在这个流产政变呢，荒唐的闹剧6个小时结束之后，第一个出来发声的是谁？就是南韩最大的工会啊，最大的工会的组织就出来讲，尹锡悦不辞职不下台，他们就无限期的罢工下去。你现在尹锡悦呢，如果你呢好歹呢还有一点点的羞耻心的话，你就赶快宣布你辞职下台吧，否则等那个弹劾的程序一启动的话，他这样子也只是让自己再接受更多天的来自于韩国的朝野民众的讪笑辱骂。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对于南韩的民主来讲的话，他就是最大的叛国贼。所以现在看起来，尹锡悦不但不能救他的老婆，他连他自己都救不了了。我们进一下广告。